30万发炮弹运往俄罗斯，普京有了真正的军事盟友，西方只能干瞪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千少。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俄乌双方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获得足够多的炮弹。这场发生在今天的战争，其表现形式更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主动权取决于谁拥有更大的火炮优势和更多的炮弹。为此，欧洲和美国开始提升炮弹产能，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采购炮弹。然而，乌军作战所需要的炮弹仍然出现了严重的供应不足的情况。乌克兰国防部长甚至表示，其他的援助都没那么重要，现在我只需要炮弹。而在俄罗斯这边，虽然号称拥有相对完备的炮弹生产能力，但现在看起来也不足以满足俄军在战场上的需要。此前就有消息称，瓦格纳雇佣军从朝鲜手中采购了大批炮弹，而现在普京迎来了重量级的助手。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英方获得的情报表明，伊朗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英国情报部门在严密监视伊朗与俄罗斯两国的港口运输情况后发现，有多艘俄罗斯货船出没于伊朗的阿米拉巴德港和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港之间。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些大型货船就向俄罗斯军队运送了30万发炮弹，包括107毫米和152毫米口径的炮弹，还有上亿发的子弹、1万件防弹衣以及少量的无人机。要注意，30万发炮弹足以支撑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消耗半个月到1个月了。如果伊朗军工企业生产的弹药变成了俄罗斯军队作战的稳定供应链，那么乌军面临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一是伊朗拥有强大的炮弹生产能力，其产能甚至让美国和欧洲都感到自惭形秽；二是伊朗与俄罗斯正在走向事实上的军事联盟。主要原因是在美国的制裁下，伊朗当前已无所顾忌，甚至需要通过对俄军售获得更大的战略利益。有人会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像伊朗一样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那是因为伊朗原本就受到了美国和欧盟的残酷制裁，不会再损失什么了。而中国对俄乌冲突的立场是劝谈促和，保持中立。我们更大的利益是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往来，而不仅仅是俄罗斯。伊朗过去嘴上从来不承认军援俄罗斯，甚至连卖无人机都急于否认。但是为何又不怕西方打压，积极向俄罗斯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持呢？具体来说，有这么几点。第一，是为了经济利益。对伊朗而言，只要美国不停止极限制裁，那么与俄罗斯保持军火贸易就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伊朗现在能够出口的东西，除了天然气和石油以外，恐怕也就是武器了。目前真正想买伊朗武器的，除了中东地区的一些武装组织以外，就只有俄罗斯了。而且俄罗斯与伊朗这两个能源生产大国还在加强该领域的合作，可以说俄伊双方都选择了对自己更有利的互助样式。第二，伊朗正在准备从俄罗斯采购 S-400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和苏35战斗机，这就需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如果能够通过向俄罗斯出口无人机、炮弹和子弹来换取这些高端武器，这可是相当划算的。第三，伊朗此举是为了给美国和欧洲施压，只要美国不恢复伊核协议，不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很可能会一直向俄罗斯军队出口武器。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更大的战略利益是在乌克兰战场上不能失败。伊朗当然清楚自己能用什么样的办法让美国佬感到难受。第四，彰显伊朗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每个国家增大自己的政治外交影响力的方式各不相同，在当前的局势下，巴基斯坦向乌克兰出口武器就可以彰显自己的国际地位，而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情况还包括朝鲜、叙利亚支持俄罗斯并入乌克兰4个州。所以西方越是孤立伊朗，伊朗就越要想办法让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浑身不舒服。而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军工产能的大小就成为了一些国家影响力的名片。
我们接下来要注意观察的是，俄罗斯与伊朗在军事上结成同盟的情况。国家之间的一切选择都是基于利益，伊朗和俄罗斯通过军火交易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面对这样的情况，现在考验欧洲和美国的时候到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